在下也是久闻谢员外大名，今日有幸登门拜访，实在是幸会。哎，哪里哪里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萧冰姑娘，哎呦，姑奶奶，快请坐。传中特地命人准备了江南菜式，您尝尝，合不合胃口？啊，谢员外真是费心了。谢员外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是谢某的族中长辈，谢某是陈俊谢氏的后裔。依照我们谢氏的族谱排下来，姑奶奶是羽字辈，我是传字辈。姑奶奶与谢某的祖父是同辈人。哦，原来你谢员外是陈俊谢氏之后啊，失敬，失敬。失敬。哎，不敢不敢，二位客气了。谢姑奶奶，谢姑奶奶既然是江南人，那你大老远跑过来，一定是舟车劳顿吧？承蒙阁下关心，一切安好。谢姑奶奶，北平的菜吃得还习惯吗？我听说北平的烧饼口味独特，您有没有尝一尝啊？烧饼，莫非江南人对这种百姓小吃也情有独钟？姑奶奶，要不改日传中也给您准备一些啊？我今日身体有些不适，就先行回房了。几位继续。来人，吩咐厨房准备些清淡的粥，给姑奶奶送到房里去。哎，谢员外，他这个呢，怕是水土不服吧？我听说喝这个茶啊，是可以安神解腻的。哎，谢府附近不就有一个茶馆吗？明日夏某就去喝一杯。谢姑奶奶有空也去喝一杯。真是冤家路窄，真是快把我气死了。他们两个来这干什么？说去喝茶。谢员外啊，方才夏某相求之事，不知谢员外意想如何？运送货品入关之事，在下当然愿意帮忙。不知二位要运的是何物？毛皮寿金等物，100车左右。毛皮寿金可不是寻常货物，谢某可不想碰这些东西，惹上是非。哎，谢员外不必为难，大可多考虑几日。我们深知这买卖不好做，不过我们也是替主子办事，上头交代下来了，我们不敢不办呐。哈哈，不知二位是替哪位高人办事儿？齐王，齐王，二位，容谢某考虑考虑。这是当然了。我们今日特地上门拜访呢，也是知道谢员外您神通广大。不过这忙帮不帮，谢员外您自己决定。夏老弟，昨日我见到那烧饼姑娘，我还真是吓了一跳。你说她真是陈俊谢氏？你信吗？陈俊谢氏当初显赫数朝10余代，是江南第2大氏族，无人不知。可是唐宋以来已然落魄，要说他是谢氏后裔，也未必不可能。道理是这个道理。可是既然本家有个这么有钱的侄孙子，他至于每天落魄到吃烧饼和咸菜，为了盘缠把衣服给当了？这的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。你不用解了。昨天我下了一个饵，若是他心中有鬼，必会主动来找我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昨日刻意提出来茶楼，
表面是为了品茶，其实是为了守株待兔。若是他心中有鬼，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向谢传忠说出这一路的所见吧。与其如此，那倒不如主动补救。慢慢走，下次再来。里边请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西门兄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来探探他的口风。哎，夏老弟，你想一个人吃独食啊？真不够意思啊！哪会？哎呀，谢姑奶奶那么巧啊！我听侄孙谢传忠说，你们二人此次前来是要与他做生意的。你骗得了他，可骗不了我。你用假身份，到底对我谢家有何图谋？我的身份是假的，可是我真正的身份，谢员外他应该知道。难道谢员外他没与你说吗？哎，对了，谢姑奶奶，您来到北平，意欲何为？你别一口一个姑奶奶的讽刺我。我名叫谢雨飞，本来就是陈郡谢氏族人。我谢氏一门如今人丁单薄，谢传忠来寻亲，本姑娘就来一探究竟。如果确定了他的身份，也好让他认祖归宗，再入族谱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是谢氏族人，只能说这谢员外有了钱，想求个体面的出身，所以呢，你就冒充陈郡谢氏，到他们家来骗取钱财。你真是聪明啊！你诓我！我诓你什么了？你昨日在餐桌上故意对我露出那种眼神，让我误以为你可能知道了什么，然后又借口喝茶故意引我出来，让我露出马脚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哪一路的神仙。那天我就向你使了个眼神，谁知道呢？如果你心中无鬼，就不会当回事。可是真遗憾啊，你来找我了。本姑娘胸怀坦荡，哪有什么鬼啊？你心中没鬼？难道就是因为我一个眼神，你就对我春心荡漾了？今天来找我卿卿我我，想跟我柔情蜜意一番？你别得寸进尺！别生气呀，是你自己心虚，非要过来和我弄个清楚。其实你是做什么的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当真？当真。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相信你呢？要不然，你就以身相许。你敢耍我？我不敢，我怕你把我给卖了。我不管谢传忠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可是我知道你的身份还是见不得光的。我警告你，你若是有半句不利于我的话，我立马就去官府告发你使用假录影的事情。我可是不怕别人验证的哟。谢姑娘放心。很好。那么你发你的财，我赚我的钱，咱们各走各的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一言为定。其实你并非是怕谢员外，你也并非是冒充的陈郡谢氏之后，你真正怕的是怕别人知道，曾经的名门之后，如今却落得家徒四壁、风餐露宿，甚至是靠行骗为生，对吗？你住口！谢姑娘，如今的世道千变万化，家族落魄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我劝你还是……我们谢家自己的事情，和你无关。该呀！活该！啊！哎呀，哎，这谢姑奶奶真是泼辣。怎么样，
看出什么了？没什么事，啊？是他的个人私事，与我们的正事无关，咱们也不必理会。哦，这么说，他真的是陈俊谢氏的后裔了？应该没有错。这正所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，他有他的苦衷，咱们就别管了。姑奶奶，你回来了。夫人刚买了些南方的水果。夏老弟，谢某一生运货无数，像您这样一次买进这么多物资的，实在是前所未见呀。夏某自知请求过分了，但只是因为这是特殊情况，不知谢员外考虑得如何？这个嘛，谢某有些为难。既然谢员外如此的为难，那夏某绝不强求。哎，夏老弟，留步。谢某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俗话说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。阁下是齐王的人，谢某自然是获利也要帮忙的。那这么说，谢员外是答应了？哈，谢某乐意帮忙，可是这买卖毕竟风险很大呀。只要你答应我办成此事，这之后的谢礼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啊，嗯，呵呵，那就承蒙谢员外关照了。哪里，都是自己人。对了，夏老弟是从青州方向过来的吧？我听说青州的士绅杨家出了事情，杨公子的书童被刺客给杀了。哦，谢员外是怎么得知此事的？哦，我去年和杨家做过生意，当时没见到杨公子，倒是见过那个书童，叫张13。据我所知，那个叫张13的书童是因为得了暴毙症而死的。至于行刺，估计是江湖上的一些传言罢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既然别无他事，夏某就先行告辞了。啊，夏老弟稍等，上次会面事出突然，谢某也没来得及准备。这是谢某准备的一条上好的火狐皮，赠与夏老弟。哎，谢员外您客气了。我谢老才做生意第二，交朋友第一，小小心意应该的。啊，好，那在下就收下了。夏老弟，我送你到门口吧。哎，谢员外就此留步，在下告辞了。那好，谢某就不送了。等一下，谢姑娘有事找我？上次那个书童他什么书童啊？就是那个姓张的那个书童，你那天为了救我，你把他……原来你还记得啊？我当然会记得了，难道你以为我是那种会忘恩负义的人吗？哦，是吗？那你说说，要怎么报答我啊？报答就报答呗。拿好了啊，这可是我的救命钱。
就3个铜钱啊？怎么了？3个铜钱都够穷人吃1顿饭的了。你哪有那么值钱？你就值1个铜钱。你说什么？我只值1个铜钱？你到底是不是商人？你会不会做生意啊？既然你是商人，那你倒说说看，这样一条火狐皮能卖多少钱？没想到你谢姑娘出身贵族，还对这皮草生意感兴趣啊！不想说，那就算了吧。哎，这样吧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我就给你做一件狐皮领大衣送你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过谢姑娘，你出身名门，这狐皮领大衣，你能看得上吗？没错，像这样的货色我从小见得多了，我没觉得这是什么值钱货。这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不过那火狐皮还真是上等货，看他那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想必做生意经手的好东西还真是不少。您说什么？我是在说，这北平城里住着不少达官显贵，现在入冬了，狐狸皮毛应该很受欢迎吧？姑奶奶，您说的没错，北平的冬天啊，确实常有风雪，狐狸皮毛确实御寒又华贵，许多达官贵人啊都想要置办，不过上好的皮毛却很难找到。那个姓夏的，既然是做皮货生意的，那他手上肯定藏着许多上等狐皮。等到风雪来临之际，豪绅大户肯定愿意为了皮货一掷千金。遇上这种好事，我当然要去分一杯羹了。你帮我去打听打听，那个姓夏的住哪间客栈？谢谢姑奶奶。夏寻呢？我问你呢，夏寻在里面吗？啊，我怎么呆呆傻傻的？你是个聋子吗？在下纪刚，不知道姑娘是？啊，哟，谢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喂，谢姑奶奶，你一个姑娘家闯进3个大男人的房间，不太好吧？我要和你们一起做生意。什么？谢姑娘，你是当真的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可是非常认真的。经过我调查，裘皮虽然价格昂贵，可是市场不小，只卖1件就能赚不少呢。我不知道你们和谢员外做的什么买卖，但是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会从关外购进低价皮货，然后卖给不缺钱的士绅和官宦家眷。这么一来呢，绝对不会赔本的。立春之前肯定赚得盆满钵满。谢姑娘说的有道理，但是这个生意我们是替别人做的。谢姑娘，你还是找其他人合作吧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们还有要事商议。谢姑娘，请。你，这谢姑奶奶还挺神通广大的，不但可以查到我们住在哪儿，还对这裘皮买卖了如指掌。喂，你怎么了？跟丢了魂似的啊？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？没有。季老弟啊，我可劝你一句，你说你这么老实，那个姑娘你真对付不了的。没有啊，不是，我是觉得，她才思敏捷，实属难得。哎，她是北平人吗？喂，听老哥一句劝，那谢姑奶奶啊，沾了毛比猴还精，你可惹不起。
早点死了这条心吧。嗯，真的？真的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……我不告诉你。哎呀，你说嘛！哎呀，人家叫谢雨菲，你不是对人家没意思吗？不听老哥劝，吃颗在以后，我也叫谢雨菲。我也叫谢雨菲。哎呀！我给你带来了一些西域水果，你要不要尝一尝？谢姑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说谢姑娘，你回去做你的谢家姑奶奶行不行啊？能不能别再胡闹了？我又不是来跟你抢生意的，进货、算账、讨价还价，还有做生意的手段，我样样精通啊！有我帮忙，保证你翻倍的进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啊，你考虑考虑啊！谢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领了，不送。谢姑娘。哎，谢姑娘，你别生气啊！那个谢姑娘，哎，谢姑娘，你别生夏兄的气。要是你真心想和他一起做生意，我帮你去劝劝他，好不好？你虽然可能不太管用，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不就是劝个人吗？用得着竭尽全力吗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总之，我愿意帮助你。算了，我看你也是个老实人，你怎么跟那个不讲道理的混蛋在一起呢？哎，罢了罢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就是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不过呢，还是要多谢你的好意。哎，夏老弟，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站这干嘛？奇怪啊，他今天居然没来。什么没来？哦，夏老弟，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癖好了？谢姑奶奶一不唠叨，反而不习惯了。嗯，他要是就此放弃了，那我还真是谢天谢地了。哎，哎，对了，夏老弟，你那火狐狸皮如果要做成大衣的话，千万要小心谨慎啊！如果遇到不合格的匠师，这一个不小心就给糟蹋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上好的火狐皮啊，一定要找到最好的皮货店。当然了，走走。好皮子呀，嘿，当真是好货色啊！这样上好的皮子，我恐怕1年才见1、2条。颜色这等火红的狐皮呀，更是罕见，价值连城啊！哎呀，二位当真是要做成皮领子，不妨考虑一下，将其出售。价值连城，掌柜的能出多少钱啊？哎，我们就是想把它做成一件皮领子，再搭配一件球衣，做得大方得体一点。这款式嘛，不要太老。我是要送给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好好好，客官交了定钱，我开张票子给你们。这刚刚入冬，做球领的人多，恐怕得多候些时日。10天之后，二位客官再来看看，估计也就差不多好了。好。好漂亮啊，就像一团火焰一样。掌柜的，你这狐皮多少钱？我要了。哎，姑娘，这狐皮啊，不是我们店里的，是客人送来定做球领的。那么，这位定制球皮的客人是谁呢？也许我们可以和他好好的谈一谈，
出个合适的价钱，让他出让给我们。对呀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？还是大师你聪明。妾身估计这2位应该就是这条狐皮的主人了。这条狐皮2位要是出让，价格方面一定会令你们满意的。看这位夫人风度翩翩，气质不凡，不知道愿意出多少钱收这条狐皮呢？哎，对不起啊，夫人，这狐皮呢，是我要送给朋友的。即使夫人可以出得起一个足够让人心动的价钱，可是这情谊吧，是用金钱买不来的。哈，没那么严重吧？我们家小姐确实非常喜欢这块皮子。若阁下能成人之美，那也算是结一段善缘，得数倍的高利，也可以重新再买一条送给他人，如此结缘得利，情也至，岂不是三全其美啊？大师所言，原无不可。只是我有心相赠，若是将它转让给其他人为利所趋，那么我纵然送人10件价钱一样的狐皮，但是这心意就1文钱都不值了。不知大师以为然否？哎呀，到手的买卖就这么没了，你说这……你真的不卖？我可以出很多钱。这条狐领子价值几何？我出10倍价钱，你卖不卖？明儿，何物有价，何物无价？店家，你这店里可有其他这样的狐皮吗？啊，姑娘若是真的想买，也是有的。只是这火狐皮有价无市，可遇而不可求。劳烦姑娘留个地址，这1年半载总会遇上一件，到时候我派人去尊府告知便是。要这么久啊？姐姐，咱们走吧。明儿，不是你要买狐皮球衣的吗？怎么又不要了？我不要了，我要去燕山猎狐，让姐姐姐夫陪我去，猎一条最漂亮的火狐狸。哼！哎呀，我真是替你捏了一把汗。一看这几个人便不是寻常人家，你何苦跟他们较劲呢？不是，我起初只是看不惯那个小娘子娇惯恃宠的样子，可没想到她只是自己生闷气了，倒丝毫没有一点想要仗势欺人的想法。没想到咱这狐皮还挺值钱的。哼。明儿，姐夫带什么好东西啦？这一条是玄狐的皮子，黑如墨染；这一条是雪狐的皮子，洁如白雪。你瞧瞧，前一阵你不是说你姐姐的裘皮衣漂亮吗？啊，吵着也要做一件，姐夫可是记在心里了，这不？韩都指挥给姐夫送来2条皮子，姐夫立刻就想着给你拿来，一白一黑做出皮衣，一定好看。不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别来献宝了，拿些什么不好，偏拿狐皮子。狐皮子怎么了？明儿不是喜欢吗？哎，这老韩一拿来，我就马上想到明儿了。明儿一向都是死心眼儿，他喜欢了一样东西就不带换样的。喏，是这样啊，前2天啊，我们去谢氏皮货行，他一眼就相中了件狐皮子，是火狐狸皮，鲜红如火，很漂亮，可惜有主了，出多少钱人家也不卖。他刚把这个不痛快给忘了，你说你又……是我哪知道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哎，要不然你去哄哄他，这小祖宗我可惹不起啊。这孩子脾气倔，除非他自己想通，我哪能劝得了啊？哎，不如这样，我们带他去打猎，
能猎到火狐狸当然最好，就算猎不到，让它出去跑一跑，玩一玩，它也就开心了。小孩子嘛。好啊，那咱们明天就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快点啊！哎呀，夏老弟，快点啊！夏老弟，这座山树木丛生，要是真遇到什么出来觅食的野兽，即便是武装成这个样子，恐怕也难逃一死吧？啊！这白天哪有野兽出来觅食啊？西门兄，不要担心了啊！就靠你了啊！那边应该就是那个什么卢龙山吧？不错，当地人会把货物从那儿运过来，我们就集中在这个地方接收货物。但110车皮货一进北平城根本就瞒不过，所以我们安置好这些马车后，让卸船中运出去，我们就轻轻松松坐镇北平。哎，可是现在这么多的车马要在这个地方待上3、5天，那他们怎么吃住啊？哎，没问题，这些车马是跑惯长途路的，荒山野地里知道怎么照顾自己。问题是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，能藏得下这么多车马，比较背风，进出方便。若晚上生火取暖，也不易被人发觉的地方。可是这样的地方还真不好找啊！哎，你看，那座山谷看起来就不错呀，很合适，地方也大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把路线给趟出来，别等到交易的时候黑灯瞎火走错路，那可就糟糕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明儿，一会儿你打猎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点啊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山里的路很滑，慢点走，小心别摔着了。知道了，真啰嗦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那有2个人，也是来打猎的吗？若说是山中猎户，却不见猎工。若是设陷阱捕兽的，看他2人去的方向，是个空旷的山谷，又着实不像。来人，在，去跟着他们，看看是什么来路，要干什么。如果觉得可疑，就立即拿下。是，走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抓他们？难不成他们是坏人？还不清楚，要查查才知道。但是照理说，若是猎人，就不会鬼鬼祟祟地在这里探查。我倒担心是什么犯了案的亡命之人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难免会有山中住户受到侵害。咱们既然看到了，查证一下也好。如果真是要案在身的逃犯，让我去抓他们，我也学了一身功夫呢。小郡主的功夫当然是好的，不过要真有什么小毛贼的话，也不用小郡主亲自动手。道眼大师，您是怕我打不过他们吗？大师是说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放着这么多侍卫不用，用你出手擒贼的话，回去后你姐夫一定会训斥他们的。小心点儿，别走远了。小心点儿。西门兄，这路还真不好走啊。哎，这里够开阔，三面是山，这里还有大树，要采来生火取暖也容易得很，110辆车、几百号人也藏得下。怎么样？就选在这里吧。不错啊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就往卢龙关摸一摸，把路径给记下来。好。怎么了？你发现什么了？啊？你发现什么了？可能是我疑神疑鬼了。哎，我怎么总觉得有人在窥视我们呀？哎呦，你这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我们被狼给盯上了呢。不怕不怕。我们快走吧。走啊！
什么好路子。隐约听见他们说什么这里可以藏得下几百号人马，还提起了罗龙关，很是可疑。虽说可疑，目前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是为非作歹之人，不如禀报王妃，由王妃定夺。咱们走，走。明儿怎么去了那么久，还没有回来？我们去找他。这兔子跑得真快。你快去！你快去啊！我也怕呀！你快去啊！人家不是答应保护我是的，兄，你快去啊！我干嘛我你去后面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下，等安全了我们再来找你啊！走开！走开！糟了，都摔死了！哎呀，醒醒啊！还有你个乌鸦嘴，你才死了呢！别乱说，我已经护着他，他连磕都没磕到。吓死我了！他没事吧？我看他是吓晕了吧？哎呀，原来是吓晕了，不是摔死的。啊，太好了！哎，醒醒！哎，有没有事？放开他！喂！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！喂！你们都别冲动啊！我们俩不是什么恶人啊！明儿，你醒醒啊，郡主！你怎么了，明儿？明儿，不是恶人，难道是英雄？不是，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哎呀，冤枉良民啊！我们只是普通的生客而已，我们没有袭击那个小姑娘。满口胡言！把他们两个押回去。走，走，放开！冤枉！带郡主回去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山上凉，他们不会是出事了吧？老板，给我2件厚外套。啊，就这个吧，20文。这么贵啊？嫌贵啊？嫌贵就甭买了。老板，我这里只有18文，要不你先把衣服卖给我，明天我再拿来补给你。那不行，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这生意就没法做。我说兄弟，我是读圣贤书的人，我不会骗你的。读书怎么了？读书很了不起吗？有本事你别来买我东西。你走。老板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把这块玉也抵押给你，你先把衣服给我，然后明天我再把其他的钱给你补上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这真的假的呀？行吧，拿去吧，这钱你可得记着给我啊。夏兄，你们，季老弟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你们要关他们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囚禁无辜百姓，简直目无王法！再不走开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吗？季老弟，
你不要动手，切勿冲动。季老弟，算了吧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你们千万别跟他们硬碰硬，我会想办法救你们的。对了，大牢里冷，别冻着。哎，季老弟，不用担心我们，先回客栈等我们。季老弟，等我们，回客栈等我们。哎呀，真不知道得罪什么主子了，这一去不回呀，季老弟恐怕只能等着收尸了。我说夏老弟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犯愁啊？啊，莫非你心中已经有数了？正是。此话怎讲？西门兄，你想想啊，在这北平城中，谁能够坐拥这么大批的尸物？有谁又敢当街带着囚犯出入而毫无顾忌？最重要的是，谁的身边会跟着一个随行高僧？灯烛两夜，宫阙月挂霜，烛影摇红寥寥星光。一人阁楼上，独醉忆他乡。夜雨听风望远方，月下离舟上，3000夜未央。牵肠梦曾朝朝暮暮，连天风沙降，着你的模样。此去后，天涯路两茫茫。爱恨醒了，散了，似流沙。你我聚了，忘了，几十年华。天各一方，难相忘。谁知女儿痴，谁知女儿泪，谁知女儿心为了谁？谁知女儿情，谁知女儿悲？红颜一梦，今世为谁醉？倾尽一生。